我对海南咖喱饭的印象，我记得是有那个杂菜，还有一个猪扒，咖喱汁，还有一个荷包蛋。以前我们卖咖喱牛肉啊是很出名的。现在你卖的这个杂菜啊，跟早年是一样的吗？不一样的哈。早期我爸爸他们做是用麻辣煎的啊，辣煎来做卤汁啊。OK， 现在可以做那个猪排了。哇，我看到你的架势哈，你都像什么哦？没错，我就是这一集还原古早味的厨师。怎么可能呢？那古早味侦探啊，这个系列一直以来呢，都是由我还有钟情在搭档一位厨师呢，由他来煮东西给我们吃，跟我们分享他们的美食故事。不过这一集啊，我们要寻找的呢，就是古早味的海南咖喱饭。那谁是海南人呢？我是海南人，所以呢，由我来煮这个海南咖喱饭，由我来跟大家分享我与海南咖喱饭之间的那个故事，所以我就是最佳人选了吧，对不对？Chef Nixon， 开饭喽！我等很久了。哇，那么大只的！ Chef Nixon， 你好，你好。我跟你说，这一次比较特别的，因为通常呢，一般上呢都是那些厨师煮给我吃，所以这一次呢是我第一次啊下厨煮给厨师吃啊，也是我第一次品尝主持人煮的食物给。哎，我上一次记得很像你有还原过海南猪扒吗？是，第3系列我们还原的其实呢就是那个古早味的海南猪排嘛，那么就顺便哦就是拍的那个海南咖喱饭。 不过这一集呢，我们就是全情投入的去探索这个古早味的海南咖喱饭，马上吃吧，来吧。这个呢是我家里的那个 feel 啊 ，OK。其实我的故事很简单的，什么时候开始煮东西？应该是大约6岁的时候。啊，首先我是个海南人，而且我是个纯正的海南人，爸爸妈妈都是海南人，你都知道啊，海南男人哈都会煮的。而我妈妈她也很会煮，小时候每逢星期日呢，都会跟爸爸妈妈一起去巴沙，回到家里呢，我就成为他们的sous chef 啊，对，所以备菜，对，所以就是那么多年累积下来的那个所谓的经验，很好吃。很好。这样你的美食旅程呢，又是从谁那边影响到你的？那我爸爸以前是小贩嘛 ，OK， 我从小就是在朱前长大的，很多时候他都会带我们去吃古早味的。我对海南咖喱饭的印象，我记得是有那个杂菜，还有一个猪扒，咖喱汁浓厚的咖喱汁，还有一个荷包蛋，然后我记得它的猪扒是用剪刀来剪的，那你知道为什么他们用那个剪刀来剪那些食物吗？哎，这个我就不知道了。没关系，我们待会就会知道了。So Nixon， 现在我们要拜访的这家老字号呢，目前呢是他的第3代跟第4代的经营了。不过很可惜啦，他们今天呢不方便接受我们的访谈。不过呢，他们就同意呢，让我们呢来帮他们说他们的故事。知道吗？你讲我们2个去讲。当然不是我们2个啦，我还有另外一位朋友是我邀请的，他是一个本地的旅游作家啦。他除了写这个旅游专栏之外呢，他也会通过饮食的角度呢去探究这个社会啊、历史呢跟人之间的那个关系啊，我们就让他讲解这个老店的这个海南咖喱饭的故事吧。是的，好吧。哎呦，你是要站在这边他们叫我人吗？
那孝忠，请问一下，这间老字号为什么会用剪刀来剪肉呢？创始人李世书呢，他大概在1930年代的时候来到了新加坡。最早呢，其实他是在新加坡的一个铁巴沙对面的一个路口啊，用那个小推车来卖食物的。因为过去铁巴沙那一带呢有很多的流氓，所以流氓一打架呢，就会马上抢了别人的刀。那很多小贩有很多刀嘛，那很危险，所以呢，他们就换成了那个剪刀，那就这样变成一个经典。原来如此，原来有这样的一个典故。那你知道海南咖喱饭的由来吗？根据一般的说法呢，海南人呢最早呢是1850年的时候来到新加坡的，所以他们最早其实是帮一些外国人还有娘惹的家庭呢打工，所以他们学会了这个比较结合了西式跟娘惹的这个菜式。所以在这道美食里面呢，它能够展现了新加坡的一个特色，比如说有华人的卤肉，那有印度人的咖喱，那同时有一些娘惹的可能五香啊、卤肉之类的，所以其实是很有趣的一个组合。那你呢？你是不是有事没有事哈，你就会吃这个海南咖喱饭的？海南咖喱饭呢，因为我小时候家里是有开咖啡店的嘛，是，所以有一摊呢是海南人开的。当时有一道呢，那个酱汁的猪排呢是特别有意思的。我知道你说的是什么，因为其实啊，这家老字号呢，他们早年呢也有这样的一个猪排哦，它是用那个面包粉啊，是调味过的，然后呢就把它裹在那个猪肉，后来呢，他就拿一个玻璃瓶，然后去跟它敲拍打。在拍打的过程当中呢，那个面包粉呢，因为它已经有调味过了，对不对？就已经渗透了那个肉，所以在这样的一个环节，感觉上就好像是腌制过了嘛。后来呢，他们就拿去油炸，炸了之后哈，他们就放在一个锅里头，锅里头呢就有那个酱汁，它就开始这样子翻。听起来做工很繁复，应该是蛮好吃的。是，也因为那个它的那个步骤比较繁琐一些，所以后来他们就没有卖了。其实你们不妨呢到其他的老字号的咖喱饭去询问，那可能可以发现这个湿版的这个猪排，那其实也是一个还原的一个有趣的一个元素。咖喱起源于印度，但当地并没有一道以咖喱命名的菜肴。咖喱一词可能源自淡米尔语中的 curry， 意思是酱汁或调味品。在欧洲殖民印度的时期，尤其是英国统治印度期间，咖喱被带到欧洲。英国人还开发了由多种香料混合而成的咖喱粉，并将其商品化推广。咖喱随着欧洲的殖民扩张以及南亚移民的迁移，传播到世界各地。其风味和配料因地区、文化和烹饪方式的不同而各具特色，展现出多样化的风貌。日本咖喱饭，日本人呢，他们是米饭民族，不过他们不太吃辣，所以呢，为了迎合当地人的口味呢，他们就在咖喱里头呢加了一些果泥，比如说苹果泥，为了呢就是要综合一下那个辣度，还有增添一些果香，然后呢再搭配一些炸物，比如说炸猪排，然后跟饭一起吃，就成了家喻户晓的日本咖喱饭。下一道呢，这个呢我喜欢，就是泰国咖喱。它的特色呢，就是里头呢，他们就有这个香茅啦、鱼露呢，还有罗望子，也就是我们很熟悉的那个阿萨姆，还有椰浆，有点微辣，不过呢很清爽。接着，这个又是什么呢？这个呢就是我们今天的主题了，卡比丹咖喱，甲必丹咖喱。在殖民地时期啊，这个甲必丹咖喱的，顾名思义啊，就是给殖民地的那个长官、达官贵人所享用的。有些人说这个甲必丹咖喱呢是葡萄牙厨师所创，也有人说啊，甲必丹咖喱呢是娘惹以马来人的咖喱改变而成的一种半干半湿的咖喱料理。演变至今呢，这个甲必丹咖喱啊，已经成为了很多的这个欧亚裔人或者是土生华人的年节料理。Hello, Brian. Oh, hello. OK， 所以这个就是甲必丹咖喱鸡。对，喝了1-2口之后哈，
它会让我想起这个泰式的那个 curry， 因为里头是有那个 kaffir leaf， 对不对？对，然后非常浓郁的那个椰浆的那个味对道。，传统的卡比蛋啊，是没有用那个咖喱粉做的，我们用那些新鲜的材料来炒出那个仁巴。然后煮好的仁巴，我们是用它煮那个咖喱鸡，就是放在锅里炒一下，放那个新鲜的 coconut milk。很多人讲咖喱只有放那个土豆啊，是马铃薯，我们没有放的。而且这个特别的地方就是我们没有放那个咖喱叶，我们放的是咖啡 lime leaf。啊 ，OK， 对。然后也是放 coconut cream。原来如此。OK， 我蛮好奇的，就是为什么你们的饭会用了这个蝶豆花枝呢？凉耳菜嘛，好像我们凉耳糕啊，也是用这个蝶豆花，就有时候说哦，这个看得比较特别。为什么会想要卖这个假碧丹 curry 呢？因为我的妈妈是来自槟城的娘惹，这一道 ayam kari kapitan 是娘惹的咖喱料理，在本地没有那么多人卖，所以我们也是自己喜欢吃，所以就决定卖这一道。假碧蛋咖喱是属于半干湿的，你们的这个咖喱就比较多那个汤汁哈。其实如果爸爸在家里煮的话，他会煮的比较浓。可是因为我们在这边做生意，所以我们要符合大众的口味。那我就希望你们一家人可以来继续的努力把这道菜给发扬光大。也希望看了今天的这个节目，你们也知道现在有一种咖喱叫做假碧蛋咖喱鸡。Yes，Cheers， this is nice。Thank you。Enjoy。所以 Nixon， 现在我们要拜访的这个老字号呢，老板呢是第2代了，然后呢，他尽量的维持他爸爸当年的那个味道，所以呢，深受呢食客的欢迎。Mr. Lu， 嗨，你好。你好。So Mr. Lu， 你爸爸是海南岛那边过来吗？我爸爸是海南岛那边过来的，对，应该是1930年左右吧。他来到新加坡之后，在那个快乐世界经营一档那个煮炒摊，那时候卖的是海南煮炒了。在1946年开始卖这个海南咖喱饭了。而我本身的话是在1979年的时候接手卖这个海南咖喱饭。原来如此。现在我们来谈谈这个非常经典的这个搭配就是一定要有猪扒吧，是吗？对，所以你用的是猪肉的哪个部位呢？肉头。肉头。我的做法就是先打松猪肉，之后呢用五香粉、头抽还有鸡蛋一起去腌制的。调味过的猪肉扒，我会裹上那个餐桌苏打饼的粉，然后就放在油锅里面炸。吃那个猪排的时候，有点酸度在这边，所以淋在那个猪扒上面的是什么汁啊？是茄汁。以前的海南人他们都是跟那个洋人学的，所以洋人的猪扒是有淋放那个茄汁的。我多一个问题要问，咖喱，你的咖喱汁跟一般的那个印度咖喱有什么分别呢？我的咖喱汁因为是娘惹式的，就是说我用那些兰姜、王姜、长毛、葱头仔，还有马格兰磨了之后，我去炒过，做一个冷巴。然后要煮咖喱的时候呢，加上那个印度咖喱粉，然后加椰浆下去。你好像没有提到咖喱叶咖喱叶我们不用。你们不用咖喱叶的？不用咖喱叶的对。那老板，我想问，当年那个卤肉是怎样子去焖的呢？当年那个卤肉就是用那个猪的3层肉，它的煮法就是要加那些香料啦。我们海南人就叫它做粗料和幼料啦。粗料就是那些八角桂皮那些东西，幼料就是五香粉胡椒粉然后就加那些蒜头姜再用一些好的那个老抽放下去了。那，你还记不记得当年你爸爸所卖的一些食物啦，有哪一些呢是以前有卖，不过现在你没有卖？以前我们卖那个咖喱牛肉是很出名的，只是说现在到我的手就没有再卖咖喱牛肉了。一方面是牛肉的食材会比较贵，另一方面的话吃牛肉的人少了。是，所以当年你爸爸做这个咖喱牛肉的时候他用的那个肉牛肉的哪一个部位应该是腿肉吧？腿肉，因为它的肉够多。
所以它焖久了，反正它味道更好，是口感也是很好。是，所以现在我就感觉啊，有一点点excited。为什么呢？因为如果我们还原的话啊，或许可以考虑一下这个咖喱牛肉。也就是说，我们接下来啊就要去找更多有关于这个咖喱牛肉、海南咖喱牛肉的这个资讯了。所以 Mr. Lu， 谢谢你的，谢谢你的帮忙，谢谢。好，我们继续吃。看，哦呦，现在人排队很多哦，怪不得你笑口常开啦。那这家新开的餐厅呢，主打的呢是亚洲融合美食。那今天来到这里呢，我一定要品尝的人就是他们的海南咖喱意式炖饭。这个意式炖饭哦，跟那个海南咖喱饭要如何的结合的不违和呢？试了就知道。你好 ，Brian。你好，你好。是 Shivas。哇哦，我们来看一下啦。其实以卖相来说，这是一个非常整齐的海南咖喱饭。在我的印象当中啦，该有的比如说猪排、鸡蛋，然后高丽菜。因为海南杂菜里头啊，高丽菜呢是一定要有的。除此之外呢，你这边是有的这个 bacon， 对不对？就是来取代那个卤肉。我先试一试那个味道。可以哦，这是猪排啊，我觉得那个外皮呢真的是非常的脆，然后里头的那个猪肉呢也非常的嫩。你用的是什么猪肉啊？我用的是日本的黑毛猪肉的 pork loin。我们拿整个 pork loin， 我们切片，然后拿一个锤子来打肉筋，打到它软为止。然后我们放上蛋液和面包糠。黑毛猪肉呢，比起普通的猪肉呢，它的肉质会比较柔软，而且它比较多汁。那这个高丽菜哈，我这样子看哦，它就有一点差的那个感觉哈。你们是怎么做这个的？这个高丽菜我们是用水煮过，煮了半生熟，然后放在 oven 里面 roast， 所以它吃起来会比较有口感，比较脆。原来如此，现在我一定要谈你的 risotto 了啦。这个口感还蛮特别的。这个咖喱仁巴呢，跟这个 risotto 掺在一块，非常的融洽。而且呢，当你在吃的时候，就好比一些勾过芡的咖喱酱倒在饭上面，那个饭要有稍微的一点绵的那个口感。你是怎么去煮的？所以我们准备了一个仁巴，然后我们用了一些八角、桂皮。还有咖喱叶一起来炒，然后就备用。所以那个就是 curry paste 啦。对，然后呢，我们有意大利短米，叫 arboro rice， 所以这个的饭它会比较绵密。我们会先煮到半熟，然后呢，我们用那个仁巴再炒半生熟的米，然后加入了奶油还有上汤，煮到它al dente的时候就可以出了。所以你们用的上汤是什么上汤来着？我们的上汤是鸡汤，加一些菜进去。其实你运用到这个上汤呢，它非常符合这个海南咖喱饭，因为他们在煮杂菜的时候呢，他们也得需要加入上汤啊，所以去焖煮。所以总的来说呢，你的颠覆的想法呢是蛮贴切，且做得蛮好的。因为呢，你保留这个海南咖喱饭的精神啊，所以我觉得年轻人有新的创意，发挥的淋漓尽致呢，会吸引更多的人。所以好好的加油，我祝你们马到成功。谢谢。Yes。哎 ，Brian，这是关于那个海南咖喱饭的汤档，那个它已经传了第4代了。你说的这个档口哈，我第3系列的时候已经拍过了，我们现在就是要去找他了啊！你看我有做我功课嘞，那厉害了，走吧。喂，老板，老板，你好，好久不见。所以你是第几代啊？算是4代吧，因为我的顾客他们每次有跟我讲，小时候他们去跟我爷爷还有跟我爷爷的爸爸买，这是我的曾祖父。那些来跟我讲的，他们都年纪很大的老年人了。然后他们讲说他们买的时候是他们小时候，你可以想是多久以前的事情啊？所以至少有70、80年的历史，有很久。所以啊，现在有哪一些菜式呢？是你们当年到现在都是保留下来的？一定保留下来的。海南的那个炸猪排，叉烧肉圆。咖喱鸡啊、卤肉啊、锅类菜，就是杂菜啦。现在你卖的这个杂菜啊，跟早年是一样的吗？
不一样，不一样了哈不一。样。以前的那个海南杂菜呢，就会颜色很深，是味道也比较浓郁咸比较浓。比较那个浓郁的那个咸味，其实是来自导入那个南乳。对，其实海南很多的菜肴，他们都会用这个南乳在里头。所以我们现在还是保留着那个黑木耳冬粉。早期的时候我们煮还会放一些那个倒鸡啊。 OK， 所以早年的时候呢，是用上汤，就是他们旁边会撒那个鸡肉的嘛，所以它有可能是煮过那些鸡的那个汤，会加一点进去的。那这个叉烧其实蛮特别的，对，海南式叉烧比较特别，我们不是拿来烤啊，所以你看它不是那种焦黑，它没有焦黑的，是用猪肉的哪个部位？pork loin 啊，瘦肉，然后拿来腌制1-2个小时，然后拿去锅里上那个蒜啊，炒给它香，然后煮那个肉，煮熟为止，快点拿来上来。那老板一路来你的那个猪扒是淋上酱汁的吗？不是浸泡在那个酱汁里面，是不是？对，一路来我的那个猪排是先炸好沥干，然后要的时候我才切了才淋上那个3种酱汁，中酱、叉烧酱、卤汁，不过我有听说过以前有一些那些卖海南咖喱饭的，他的猪排炸好之后呢，是拿出来浸泡在那个中酱里面，然后再卖的，也有这样的做法。之前跟现在啊，有这样多酱汁的吗？有，最少就是6种酱汁了。所以当年有卖的东西，不过现在没有卖的，你可以想到哪一些吗？咖喱方面，牛肉吧，咖喱牛肉，可是现在已经改成换咖喱羊肉，把煮法都是一样，只是肉不一样啦。牛肉的哪一个部分呢？后腿肉啊，腿肉，对，它能耐煮，你越熬越软越好吃。感觉上哈。这个呢，会不会是受到西式煮法的影响？因为早年呐，海南人有可能跟一些洋人打工，当他们的厨师。洋人啊，你知道吧？对，他们很喜欢吃牛肉，然后再加上他们的烹饪的方法，的 stew beef。我们的 stew beef 是 curry stew。对，OK， 一路下来哈，我们对这个海南咖喱饭的这个资讯呢是越来越多了，我们要好好的商量一下。OK。不过今天呢，非常谢谢你，韦老板再次的跟我们分享那么多。不客气，谢谢。100年前，这是一个仓库，它就坐落在以历史名人陈若锦的名字而命名的街道上。100年之后的某一段时间，它摇身一变哦，就变成了夜间场所。我的年少时光就在醉意浓浓的氛围下，这样度过了。如今已经没人在这里跳舞了，因为我已经退休了。这里已经变成了一间呢主打亚洲创意料理的餐厅。我现在呢是非常的期待。Hey Brian， 让您久等了，这是我颠覆版的海南咖喱饭。哇哦！单单只是看这个卖相来说，我不会想象说这个是一个海南咖喱饭，整个形状看起来就好像用那个蓬米包裹的一个面包。这个酱汁它是有一点山楂，有一点LP sauce， 有一点咸水梅。其实就比较像那个海南咖喱饭，他们会淋上那个番茄汁还是什么的，所以就有带一些酸性在那边。对，所以外面的蓬米当然就是取代了那个饭嘛。对，我们海南咖喱的饭。哦。哇哦！当你切开来的时候呢，马上呢，你就可以闻到那个非常浓郁的那个咖喱的那个香气。所以这个是我一个所谓的千层里脊肉，它是比较嫩，它融合了新加坡的饮食特色。里头我是用一点马来人当马铃薯泥，然后我有用一点小茴香啊，用一点印度香料烹饪而出的那个花椰菜，还有那个胡萝卜。那为了保存里头的肉不变柴，而那个肉汁不流失，我包裹了一个高丽菜。所以在煮的时候，那个肉不会被那个温度影响。不过我觉得一个很聪明的一个做法，就是你用这个蓬米啊包裹在外面，对不对？当你在咬那块猪肉的时候呢，又加上那个蓬米的那个脆度，感觉上你在吃一块炸得非常好的那个猪排，它就是外皮就很脆，不过它的肉质本身啊，
还是鲜嫩的，对多吃。当我闭上眼睛这样子咀嚼的时候呢，会让自己觉得自己是在吃那个海南咖喱饭。不过在视觉方面，它完全颠覆了你对那个海南咖喱饭的那个认知和那个印象。我觉得做得非常的好，谢谢你，我会继续努力。So Nixon， 我们目前去拜访过的这些老字号的摊档跟食肆呢，他们都有一定的这个历史了啊。那这个汤档我们去的够老吗？这个摊档的档主呢，他就是董先生。可是呢，他对他们的历史有多长呢？好像不是很懂。他只记得呢，在2战之前，他们应该开始做生意了。因为2战的时候，他们得关门不做生意。所以现在呢，我们就看看我们的董老板是否懂得比较多吗？今天。我来要，老板你好，谢谢你，老板，谢谢。来，请坐，请坐，请坐。不瞒你说啦，我们走访了很多家老字号啦，跟很多个人谈过了。到目前为止，我们还有一些疑点呐，所以要确认一些东西。首先呢，我们先讲一下那个猪排，好不好 ？OK。以前我妈妈做有2种肉扒，一种是去的，你们吃这种啊，另外一种是湿的。那你还有印象湿的猪扒是用什么酱汁？还有肉是用什么部位的吗？肉是用那个肉头。材料啊，就是胡椒粉啊、盐啊，腌好了就连那个面粉拿去炸，炸了啊就炒那个汁，就是用那个洋葱、面粉、姜青来放点水调味。那大概是什么颜色的？你的那个酱汁？那个烧卡的酱啊。对，我跟你讲，上次让我来还原那个海南猪排的时候呢，我已经有做过那个中酱，他们有用牛油，还有加点那个 LB sauce 的，有些人还会甚至加的 green peas， 所以呢是一个非常西式的一个味道。因为牛油还有那个面粉就是入吧。是，所以那个就是那个中酱了啦。中酱。OK， 老板，下一个我们要谈的呢就是卤肉。OK。早期我爸爸他们做是用麻辣煎的，麻辣煎来煮的。Again？ 麻辣煎蒜头、姜青、酱油这样下去的。麻辣煎来做卤汁啊，麻辣煎蒜头啦，这样来炒来做。有放姜吗？没有啊。没有，好像没有。没有姜，没有五香，奇怪哦，奇怪哦，真的。我觉得或许啦，在某个程度上应该有受到这个娘惹文化的那个影响在那边。OK， 那你的那个咖喱汁你是用什么材料来煮出来的那个咖喱粉啦、香茅啦、黄姜啦、蒜头啦、葱头啦，这样把它煎来煮酱哦。先做一个仁巴对不对？仁巴做好了，把咖喱粉加进去加点水，加那个椰酱椰浆。那以前那个海南咖喱饭的那个咖喱汁是用什么粉来勾芡的呢？我在用面粉，然后就是那个所谓的咖喱汁OK， 老板，我们现在要提的就是这个海南杂菜你记得了最 original 的那个版本它是有什么？冬粉、枸杞黑木耳就是用蒜蓉和那个黑碧对，再下去，所以它没有用什么上汤啦。没有，我们是用炸过的肉的油来煮，来炒菜。因为它没有炸过的那个肉在里头也有一点猪油的成分，还有那些其他香料的那个香气那这个的肉香就应该蛮特别的，对这个。所以它不单单只是普通的油，它的这个油呢里头是有味道的。我是说你爸爸那个年代也是这样子啦也是这样子。OK， 谢谢你老板。虽然你不记得战前的东西，不过后来呢，你给我们的很多的这些资讯呢，都要帮我们 confirm 了那几样东西。confirm 哪几样不要告诉你，你看节目你就知道了。所以Nixon，我们走访了很多老店家，就发觉到其实海南咖喱饭它的菜式很多嘞。你要还原哪一个？我记得一定要有杂菜，海南杂菜一定要有那个卤肉，还有一定要有一个炸猪排。这3样。还有咖喱啦，海南咖喱饭一定要有咖喱嘛，对不对？对。我们先从咖喱那边谈起吧。那我们要不要还原海南咖喱牛肉呢？
因为有些老店家他们讲，他们以前都有卖这个海南咖喱牛肉，现在就没有了。应该可以，因为我们制作组啊，他们在收集资料的时候呢，他们有走访另外的2个老店家，他们早年呢都是有卖那个海南咖喱牛肉的。那我印象比较深刻的卤肉，就是用 belacan 来卤的那个卤肉，我觉得它味道一定很特别。我觉得 is a good idea， 要不然的话呢，来来去去呢就是那个五香的味道。哎呀，我还记得吃了你的那个卤肉，我觉得很难再找一个更好的。不要这样。真的。OK， 好，卤肉 settle。OK， 还有嘞，炸猪排。所以说到那个炸猪排的那个湿的版本呢，哈，在新加坡呢真的是蛮难找到的。所以可以做那个，可是我们得决定一下，那个酱哈，对不对？有那个番茄的，有那个中酱的，所以我觉得那个中酱的其实我觉得蛮搭配很好。那个中酱的 OK， 做一个比较西施一些的。对。所以我们就这样决定了，我们就参考董先生记忆中那个中酱的那个版本。酱汁方面呢，我们就做2种吧，就是那咖喱汁还有卤汁。是因为所有的老字号哈，基本上都有这2种那个汁的。好，就这样决定了。这花莲就全靠你了。靠你呀！So Nixon， 今天呢我们要还原呢就是古早味的海南咖喱饭，4道菜，2个不同的酱汁。对，整个系列以来哈，第一次我们需要这个东西。我们要 list 哈 ，number 1哈 to number 12的，因为今天的太多个项目了，所以第一个你要开始做的是什么？做那个汤高汤先吧。就是我做一个很底的一个菜汤，就是水煮那个牛肉仁。因为我们要煮的呢就是咖喱牛肉，你要帮我炒这个 belacan 先，所以是干哦，干的 OK 干炒好，还进干炒会比较香。哇，很香，不过也很像。这个牛腿肉呢，其实我有切它大块了一点点，是因为它水煮的时候它会缩水，是，然后它煮在你的咖喱里面呢，它会更干。OK， 现在我已经开始就是热油了哈，准备呢就是炒这个仁巴。这个仁巴呢里头有些什么东西呀？老店家都讲一定要有那个辣椒、黄姜、那个香茅，还有10粒南姜，洋金的就是姜。哇，来了呀！一定要让它的这水分啊，什么都蒸发掉。你在炒这个时候，我就切这个猪肉了。是，你要开始做这个卤肉了。对，啊，我现在就要腌这个3层肉，就放一点五香粉上去。好，所以现在我要爆香那个桂皮，还有那个八角。OK， 好。下一个我就会放这个3层肉进去了。好。怎么？我忘记放把姜进去。哎呦，为什么？因为不习惯，因为我第一次真的是放把姜做卤肉。你不要，你什么都讲了第一次的问题，你不要怪人家第一次 OK， 啊。这个 plan 不可以，说不紧，我已经下了那个，我们在后面调 ，OK？ OK， 原本呢，我们的概念是这样子的，热油锅对不对？把本来咱下去对不对？哇，那个味道哦，就会很重，然后会很有 punch。对。不过现在哈，要被搬出来，肉都已经下了，那个水都已经进了。对 ，OK， 没有办法了。Sorry， It's alright。哎，可能这是一个不一样的味道啊，我们有没有吃过原本的味道？哎呀，对不起啊，太迟了，我就是下就对了。真是的。然后我就会放那个黑酱油，还有一点酱青，就是要有那个颜色啦。OK， 滚了我就盖了。OK， 好。哇，你的时间拿捏得很好，你刚才讲说20分钟。真的是20分钟就炒香了，好了，看起来应该好了。是，好，现在已经换锅了，打完了。刚才我是用那个，你是用这个，一转眼就是这样了。是 ，OK， 你做海南杂菜，对，然后我就继续的做牛肉咖喱，很好 ，OK。所以我就用一般的仁巴了哈，因为另外一半的仁巴是要拿来做那个咖喱汁的。很多老店家啊，其实都说这个海南咖喱呢，就是这个仁巴呢跟咖喱粉的那个结合。现在我会把那个咖喱粉呢给加下去啊，所以之前的那个牛肉呢都已经焖煮好了嘛，对不对？好，现在呢我就把这个你煮的那个上汤哈，倒进这个咖喱牛肉里头，因为我们都需要一些上汤的哦。其实我爆香这个虾米了，我开始要放那个南乳了。老知道他们都是会放南乳，吃过了你的杂菜，你也是放南乳。是，这次还原一定要放南乳。是，好，要放很多吗？其实你现在就下南乳啦。对，我知道炒香，是吗？是这样的吗？不是嘞，
南乳是后来当它已经开始焖的时候再加进去的。 OK， Yeah 但是我都做了啦。你都做了吧？你今天很好笑咯，该爆香的东西你不爆嘞，不该爆的东西哈你就爆到满地都是。因为我的头脑是太 modern 了，是，就第一个想到南乳是要爆香，给它那个出味道，然后才一起去焖。其实我跟你讲啦，到最后哈。没有对与错，我觉得最终的那个味道出来呢，它不会差多远的。好，我就放那个高丽菜了。好，哇，其实讲真的，虽然说今天我们要还原的东西蛮多的，它的工序也蛮繁琐的。不过我觉得我们2个人呢，真的是默契还不错咯，合作无间哦，还不错。很快的，现在我们已经去到了我们只是去到我们的第6个 item 而已啊，还要到12嘞！哦，我的天哪，我们现在只是到一半而已。好，OK， 现在可以做那个猪排了，所以你用的是猪肉头，它很嫩，就是它的肥肉没有这样多。你帮我一个忙吧，调这个味道。OK 了。OK， 一点盐跟胡椒粉，还有一点五香粉。胡椒粉，还有盐。OK， 你在调的时候，我会去腌制这个猪扒头抽。我就不放那个五香粉了，因为你的那个粉已经有调了五香粉。是，那天我们去的那个老店家呢，他们的做法呢就是拍打，就是把那个面粉裹上去的时候，这样子拍打下去，就让那个腌料从外这样子被拍进去。这是很特别，因为我们做西餐的，我们比较多数是拍打后才腌制。是这是一个很特别的一个技巧。OK， 我们现在就沾了这个面粉。OK， 我就一次过拍3片吧。等一下，这个我要看，我要看，而且我要笑。OK， 来吧。有没有古早的那种感觉？哇，我看到你的架势你都像什么你都像什么我要看而且我要笑，我差点要说，我看你的架势，感觉就像很那种小混混要打破玻璃跟人家打架的。我很轻的耶，这个用很久吗？没有关系，重点是这些我们都可以清理。我们还有别的肉头可以用，我们看到。现在在桌面上呢，就跟刚才的那个玻璃瓶事件之前一样。不过现在我们已经决定不要给这个玻璃瓶另外一个机会。可以 ，OK。总而言之，我们要强调当年的人就是这样子做的，有可能当年的玻璃瓶来的比较厚一点点。OK。好，所以现在我们就用那个刀背吧。用刀背吧。好 ，OK。所以我会把那个面粉跟那个腌料打进肉里面。坦白说就一个了。经过刚才的那一次之后我什么都不怕了。什么都不怕。呀 ，OK。所以我们下一个步骤，沾这个蛋液，然后沾这个面粉。OK。哇，我问你在你的整个厨艺生涯刚才那个事件有没有发生过？没有我不会用玻璃瓶来敲肉。有人发明那个肉锤是有理由的。OK， 很好。现在呢，我们可以拿出来了。现在我要试那个杂菜的味道。OK 啦。这个味道也是 OK， 味道也是 OK。那我就放弃旁边了。现在呢，我要做的呢，就是一个很奇怪的东西。第3系列在做那个猪排的时候他们就一直说拿那个面粉来炒，一直炒到它有颜色。我就想，面粉炒了之后还会有颜色的。我们西餐我们会做一个东西是叫肉，就是一个很传统的一个勾芡，成分会有牛油，还有面粉这样的一个做法，对我来说是蛮新鲜的。是 OK， 我开始煮那个咖喱汁了。我下一个要放咖喱粉跟着一起炒。那我炒这个仁巴炒到它出油，我就开始下那个高汤了。现在我先下洋葱。OK， 我下一个就要下那个椰浆了。哇，那个颜色马上就变了一些对，这样就像咖喱汁了。现在呢，我就加这个炒过的面粉 ，LB 酱青，上汤来。OK， 我们放一点先。OK， 你在等它滚的时候，我的这边就好了，我就开始下那个面粉了。其实我很兴奋，
平时我就是用那个薯粉啊、corn flour 啊、tapioca flour 这些的。这是我第一次用面粉来勾一个咖喱汁，效果真的不错。 OK， Nixon， 我的中酱 OK 了。 OK， 所以现在呢，我是直接的把这个炸过的这个猪排呢放在中酱里头。哦，这样我这样看过去哦，真的是就很西餐的西这个，就放多一点啦。所以现在给它再滚一下，给它吸收，这个就是湿的版本哦。我们就直接 OK， 就这样子摆盘了啦哈，因为是古早味嘛，对不对 ？OK， 我们就也不要太讲究。我的咖喱也是好了，你做那个牛肉，我就做那个卤汁。牛肉咖喱怎么样了？我也是蛮期待的，我是OK， 很好很好。来，大概要放多少呢？你觉得？先给我一半。 OK。Brian， 来，我给你看一下我的那个3层肉，这是我们的那个 belacan 的那个卤肉啊。就把那些桂皮、那些八角全部给它捞出来。所以现在我要把这个酱汁呢勾起来，就是用你刚才炒的粉。哦，你要勾芡，对。哇，我勾芡完了。OK， 我已经加了我最后的一些调味了，也就是说，现在我们可以摆盘了。Yes。好累啊！哎呀，我要 ice cream。你知道吗？当我们在说要还原哦，虽然说我们决定只是那么4样哦，对。不过今天我们搞了老半天，真的。那我们就先试了，我们再说说看味道。OK， 古早味的吃法就是2个酱汁都要淋在。是。哎 ，OK 嘞。我是觉得仁巴可能多了一点点。不过我觉得以味道来讲的话呢，它是属于比较重口味。不过我觉得它像是配饭哦，让你觉得很开胃。开胃。好 ，OK， 那你试试这个来。谢谢。我没有吃过这个版本的那个猪排，不过有点像那种肉圆，对，外面有那个酱汁，的那个口感，你不会要求那个炸的那个脆的那个口感在那边。好了，下一个。哦，这个重口味的咖喱牛肉呢，哇，就这样子哦，你看它里面的那个颜色，就是应该是这个颜色的，粉红这样子，它的那个味道已经入味了。这个是我第一个海南杂菜。不然你先自己先吃一口，可以，然后你就说一说看，你的这个杂菜吃起来的那个味道跟我的有没有什么差别？OK， 下一次我的高丽菜我会给它焖久一点，然后那个冬粉。后面我再下。不过以味道来说呢，它都有它该有的那个味道。OK， 来下一个我们要这个我就会真的老秀了。这个 belacan 卤肉 ，OK。OK， 我觉得好吃，它有一点 belacan 那种臭海鲜，就是有一种 fermented 的那个味道在那边。发酵。为什么这块猪肉有这个发酵过的那个海鲜的那个味道？对。但是其实那个 belacan 提出了那个猪肉那个鲜味。我对于海南咖喱饭的知识其实蛮不多的，但是参与了这个节目，然后了解了那个海南咖喱饭的古早味，所以真的是学了很多东西。这一次呢，还原这个古早味的海南咖喱饭呢，对我来说意义比较重大一些。看到自己习惯的菜那么受欢迎，然后接触到那么多的摊档，就想到世代相传这个说法。我觉得美食呢，往往呢都会牵扯到一种情感在那边，所以今天呢，这一餐对我来说呢，画上了一个完美的休止符。So, thank you, bro. Thank you. 美食的背后蕴藏着人与人之间美好的共享时刻。古早味美食连接着我们与过去之间珍贵的回忆。寻找古早味之旅，味蕾瞬间被唤醒，一股温暖从舌尖传到心间。感谢大家这段时间的陪伴与分享，让古早味侦探有幸聆听人与食物的故事。我们期许每段故事能继续传承，每个承诺都能够被实现。古早味侦探，我们有缘再相见。